我们实验室在做的都是大家认为的传统材料，但是我们重新去拆解这个材料可被构筑的可能性，包括连泡泡都是曾经是我们构筑的元素。我们喜欢把材料跟电脑运算跟机器人技术做一个整合，去探索一个新的一个设计方法。我们准备几个 pattern， 然后一个是他们的那个 logo。这台小机器人就是工业型机器人，然后我们有特别设计，等于我们可以填充自己的料，然后我们这次填充的是这个松饼的浆体。粗度 OK 吗？要加快吗？有连起来。我们在挑这种可以3D 列印的材料，大部分是从液态转换成固态，然后它的这个转换的变化的因素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个松饼的材料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它可能在被我们 cook 之前，它是浓稠状的松饼浆体，然后它预热了以后就会开始慢慢的凝固。好，好了。我跟盛老师的话，基本上是决定整个一个设计这个方向，然后这一次的那个设计作品的话，主要是要挑战什么？在挑战这个底下的话，我们应用到哪些技术？机器人动的话，它怎么动？怎么去模拟？水泥这个材料其实很难的控制，但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就是特别想要针对这种复杂的曲面，那透过机器人的运作跟这个水泥的叠积，刚好可以把这个曲面完成出来。它凝结的时间其实大部分都可能要1-2天才能凝结，所以怎么样让它可以瞬间的凝结，而且不会凝固在我们的列印系统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原本是一个3D 的曲面的街道家具的长椅，那我们就会开始做切分的动作。第一个就是切我们可以列印的斜度，第二个就是切我们运送的大小，它要怎么样组装适合人的搬运跟搭配。剩下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让它2颗2颗之间可以彼此接得很好。我们有去特别查美浓这个地方的寓意，浓就是水很多，然后运出来的样子。这么无形的东西，怎么样可以转化成相似的形状或者是概念来回应？水从落下第一个瞬间，然后过了5秒，过了10秒，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态的变化？我们就是以一个预铸的建筑在思考。包括机械手臂的运转的速度，所有的系统都要刚好在以秒为计算的时间内来整合的刚刚好，整个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构筑工法。PETG 这个材料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材料。它有点像玻璃，透明、清澈，结构性又好，然后它又可以回收。假设你印完，然后你不满意，那你可以透过搅碎机把它搅碎。搅碎完之后，你可以做个清洗。清洗完之后，我再做烘干。烘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再重新利用它。利用这样的材料，然后再结合机器人技术，再跟3D 列印做个结合的话，其实我可以列印各式各样的一些造型。3535的挑战是我就是要一体成型，
一体成型那么大物件，它的一个列印时间的话，可不可以非常快的把它制作完成？珊瑚的那个作品是在屏东的一个海岸边，然后它那边珊瑚的生态是我们觉得非常着迷的，然后我们就借了珊瑚它细胞之间互相推挤了以后生成的样子来做我们那个作品的几何的状态，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有加入了演算法。我们的研究领域里面有一派就是在研究这些自然的造型或者是结构，那另外一派的电脑运算学家就是把它转换成 code， 那进而我就会对于像是叶脉的生长，或是树的生长，甚至是包括蜻蜓或蝴蝶的翅膀，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每一个自然界它生长出来的特殊造型，它其实背后都有相对应的规则逻辑跟数学可以应用的可能性。这些形态其实比较是运算端的，那其实我们挑战另外一个部分是制造端的。德国艺术家 Michael Henselmann， 他其实也是我们在瑞士的老师。他是最一开始透过 coding 的方式来描述虚拟空间的折纸。那他在日本深美术馆的这个作品，就是类似一样的概念，以折纸折出一个 tower， 它的柱子的周围有一个6米直径的柱式。那他把它简化成是很多不同长度的铝管，然后装载在天花板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形体。那它的资讯全部都在电脑里，那怎么样的制造单位可以跟它对接？那他找到我们来负责帮他做制造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很像数位工艺。那过去是由师傅来承袭这一个经验、这个记忆，但我们在思考是不是有机会透过电脑或透过数据的方法，把这些记忆传承下来。电脑有机会可以学得更快，然后甚至有更多的变异、更多的可能性出现。通常我会针对一些几何的部分来开发一些演算法，让团队来使用。我的形态出现了，但机器人的速度能不能达到我所需要的速度，或者是机器人它的动作可不可以搭配我同步的写作等等的。这里有点塌了。这边的话，可能机器人的那个速度还有冷却的那个速度不够快。我们在列印料都一样的粗，就是如果手臂不够快，它可能在旁边就会堆比较多。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跟机器工程师说：“哎，你的机器人控制的速度太慢。”所以我就会在软体那边，然后去再写另外一个 addition 的那个功能，然后给那个其他人再去做。对。工作上会有吵架的时候，应该每天吧？对啊，应该蛮长的。这都写不出来。当初我的论文研究就是纤维方向跟轻薄的材料之间怎么样影响它的结构力的一个研究。在木构造已经有很多人研究关于纤维方向的跟结构力的影响。那同样的概念，如果套用在竹片上的话，是比较少人在做的。像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交叉的纤维方向去形成它的结构力，像这一层呢就是像这个方向，那下一层就是这个方向，然后中间有涵盖这样子玻璃纤维去穿插，然后去搭配这样子。好，1、2、3。其实它不会断，我们不可能凹得断它。你们都试过站在上面，对不对？对啊，站在上面。有。这个作品的名称叫竹云。我们从小火车截取它上山的一个轨迹，类似在我们这个作品中进行穿梭，然后穿梭的过程中就会形塑出类似这种多孔隙的一个造型。这个作品的话，总共大概切割170片，每一片切割完的单元要怎么在空间上做结合？那我们当时是想说是靠摩擦力。这个的话，因为它有点粗糙，所以它其实你
这两片卡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有一点摩擦力。其实我们这片跟上面那片的卡扣方式，就是它就有像这样子很多的耳朵。那我们的耳朵就是会这样，一片在上面，一片在下面。对。然后像这样子去形成它的结构力，连插都很难插，对，就是进去就会出不来。你要想成，而且它不是平面哦，它是又经过弯过，像这样子。对。你看就这样子啊，对啊。就是它的结构力它已经拔不出来了。水泥它很重，所以我们打的支撑的结构也不想要打满，所以我们就特别跟圆形结构陈冠凡老师一起合作，来模拟运算说，我们目前打的这个支撑材是不是符合这样的结构行为。先不要马上靠。我觉得我们的好处是，它除了可以省料，它的结构性也是相对强的。传统如果要做这种3D 列印的东西，或者是说曲面的东西，你要在现场去用模板的方式去钉到这个造型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非常耗时或耗工。那我们这种方式就是我印完，我马上就可以来安装，所以组装的部分我大概只花了2天左右就装完一座。让我很深刻的体会到机器人3D 列印，它真的是可以完成一件作品，或者是公共艺术，甚至未来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盖一个小间的房子，或者是有可能连建筑本体都可以用3D 列印的方式去完成。它的意义不在它是一个景观案，我们想的其实是营建自动化这个事情，所以这一个 LOSO 也同时，据我所知，他们也同时去研发了这一个像 P 图，其实以后像 P 图这样的事情，几乎都可以是用技术化机械手背来制作。缺工缺料，年轻人的断层，这个是已经必然的现象。但我在他们实验室看到一个年轻人拿着 iPad 在现场操控机械手背的照片，我说那就是以后我们产业的未来。我们其实是有去研究过目前产业的需求，所以我们找到了类似喷漆、P 图或者是洗压给这些室内的工项来做施作。那目前已经我们的机器人真的进到工地现场，开始去测试。这一台的话，主要是要应用在那个工地现场的一个室内环境。 是由机器手臂，然后再加底下这个移动车。移动车的话，主要是赋予机器人移动能力。移动车有个地图导航的一个功能，所以它随时都知道它在工地上的一个位置。整个一个作业的话，都可以在远端去做一个控制，所以人其实不用在工地现场。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喷涂一次，我们就可以达到人工喷涂2次的品质。 像一般传统在做比较高地方的施作的话，都要搭鹰架，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危险性质的，所以我们结合了我们这次的升降系统，所以机器人可以轻易的制作到2-3米的高度。传统的设计师通常在制造端，如果营造厂说我这个没有办法盖，结构技师说我这个没有办法做，那他的设计可能就在这一次一次的妥协里面，慢慢的流失掉。但我们在描述的就是我有一定的电脑来作为我的类似背书的概念，那我就可以把我的极限挑战到更极限。跟电脑一起合作，其实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partner。 跟电脑一起，或是跟机器一起探索这个过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未知的，这样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中，然后跟它一起去探索新的一个设计方法。
我们一直在想象的是未来的情况，就是如果在真的很严峻、很辛苦的户外环境下，我们有没有机会用机器人来帮助我们做建造这件事情？那最急是目前想到，当然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顺利的到火星去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一个团队帮大家在火星建造房子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会想到有一个台湾的团队叫 Russell 这样子。好吃吗？其实还行，还不错，非常好吃。哦，不错啊。其实还不错，脆脆的。中午了，太饿了。